中国文化在所谓先秦文化，就是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之前，确实有值得欣赏的地方。秦统一以后，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变成一个八嘎的历史。为什么叫八嘎呢？汉文叫做马跟路，马路不分。难道指鹿为马？对，就这个意思。是马路有马路就是八嘎，就是指鹿为马。所以大家知道，从赵高开始到今天，这个中共都是一些八嘎文化啊。这2000年来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嗨喽，大家好，我是志祺。那近期这个联电的创办人曹兴诚先生公开主张他支持台独，并且很积极的在提倡国防议题。那这让很多人都感到很惊讶，因为在过去，曹先生呢不只是间接投资过中国的半导体业，甚至提倡过统一公投，让不少人都认定他是一个统派。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曹兴诚的这个国家认同似乎有了180度的转向呢？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曹兴诚先生来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只不过在开始进入我们访谈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芒果最新的财商启蒙绘本即将结束优惠，这3本专为3到6岁孩子所设计，故事简单但重要观念很多。从钱的功能、赚钱的辛苦、储蓄的重要，到如何在资源有限情况下面分配金钱，全部都有讲到。是我希望呢我自己小时候能够看过的绘本。因为像我呢，以前也没有零用钱哦，平时真的不知道怎么用。等到某天爸妈给我提款卡呢，我就失控乱买 Klolo 跟 Fate。那现在体悟就很深哦，花钱跟赚钱都需要学习，因为对用钱没有观念的话，有钱时容易乱花。所以从小小的年纪跟额度开始练习，渐进式的进步很重要。真的很推荐这套绘本，从3到6岁开始帮孩子启蒙财商。想要把握黄金期的家长呢，别错过这次的机会。现在消费满额还送2项赠品，马上点击链接吧。那我们的观众可能蛮多都是很年轻的，那不少人呢可能是从您最近就是谈出这个要捐30亿在国防上面才开始认识您，所以我想说他们可能不太知道您过去有曾经因为这个投资中国的半导体业而被中华民国的政府告，那是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先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吗？其实投资是误传啊，应该是说当时联电有些人员工要离职去中国创业，而且他不是第一家，后来有个中芯半导体那时候也跑去了。那我们联电有些同仁说也想去啊，那说好，你们去吧。去了可是不是说那个以后大家互相保持联系啊，做策略呼应。大家都以为是我投资或联电投资，其实误会。误会后当然是有些台派就很不满意啊，就说这个偷跑啦，或者是什么技术违法交给中国，这完全没有啊。第二个跟我没关系。当然有人说啊，你这个在那边投钱投资失败，所以很恨共产党，也不是。其实那个我跟他们来讲啊，他们对我很礼遇很尊重。但和建科技现在是不是算是联电的？对，后来联电把它并回来了。哦，但它主要因为当时政府不准去投资，所以我没有投资。后来政府可以投资了，就把它并回来。了解。我现在好奇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台湾人，随着最近这个晶片战争打得比较火热一点点，很多人就会讲说啊，这个半导体产业已经是国安的一环。但是在20年前左右，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会曾经害怕说相关的技术会流到中国去吗？没有了，20年前技术落后，根本能不能生存都还不知道嘞，还什么真实地位，对不对？哦，所以那时候你们还觉得我们正在开创这个产业，并没有什么技术外流这类的担忧。这个半导体产业并不是你说做个牛肉面啊，我有个秘方我可以外流，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半导体产业从1950年到现在已经70年的产业，盘根错节，这整个世界型的一个产业。比方说前一阵子这个韩日关系不好，日本人说好，那这样我化学品不供应你了。三星主席马上跑到日本去求情，说慢点慢点，因为他马上他就没办法生产了。今天一样，今天中共如果日本人说原料不给你，晶片不给你，我的化学品不给你，当场死掉。所以没有什么人能够搞拐了。半导体它是属于国际合作的，所以我常常说什么叫半导体，就是10家开张5年之后倒掉一半，叫半倒嘛。可是半倒的时候又不会全倒，因为投资很大嘛。像酒店，它只会恨老板，不会倒嘛，因为投资很大，所以是半倒。所以很多的这个半导体业其实在半倒状况。所以说大陆现在如果说我好，我跟世界为敌美国、日本、韩国、欧洲都讨厌你，你搞不起来。
你瞎胡闹嘛。但在产业面，因为我没有到非常懂，那个时候像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中芯科技，或者是其实有很多人在当时候是希望能够到中国设厂，应该是因为在土地上或者是在环境上面有一些相对比较宽松的政策，或是在人力上，是不是当时候认为中国其实是有蛮多资源可以使用，所以当时候才会有一股西进的浪潮？中国是这样子，中国共产党在统一中国之后，把所有地都收了，可是呢，那个错误的人口政策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所以就用廉价劳工加免费土地跟外面合作，你来，然后外面人就大家投入这个资本啊、技术啊、资金啊、市场啊，跟他们合作弄起来嘛，就是这么回事。大家很多人去是因为，对啊，在台湾搞块地，吵闹，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到那边那个。这片就是你了很多都去嘛，对啊，就这样子。但在跟他们政府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让你比较出乎意料的吗？跟在台湾经验不一样的？大陆在共产党很厉害，他们说我要搞投资，上上下下，那比民间做市场的还厉害。哇，这个照顾你无微不至，所以很多台商去啊，一看什么警车开道，铺个红地毯，头就昏了。这个什么，那都是骗你的。但真的会有红地毯？会啊，哇，就是骗你的。那我当然不吃这一套了，看来就是民脂民膏什么那个。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曹先生是非常著名的古董收藏家。那刚刚其实你有提到，你其实不认为统一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其实很多中国的古文明，或是现在大家认为强盛的那些朝代，都是一统天下，大家才认为它强盛。那你在关注这些中国文化、中国古董的时候，你对于这个中国文化跟你所谓文明之间，你的看法是什么？你会高度欣赏中国的文化吗？中国文化在所谓先秦文化，就是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之前，确实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就像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庄子各种思想家、战略家，孙子兵法都是在秦统一以前。秦统一以后，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变成一个八嘎的历史。为什么叫八嘎呢？日本人骂八嘎，就说汉文叫做马跟鹿，马鹿不分。就是为什么马鹿不分呢？因为秦国的那个奸臣呢，赵高，他为了让大家服从他的权力，他把个鹿牵到宫里面说，这是千里马。人说不是啊，这个鹿怎么是马？你怀疑啊，杀掉。难道指鹿为马？对，就这个意思。是马鹿有马鹿就是八嘎，就是指鹿为马。所以大家知道，从赵高开始到今天，这个中共都是一些八嘎文化这2000年来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像中国党国不分，永远是非不分，永远是讲权力，永远讲暴力，永远讲谎言，是这么个文化。所以台湾一定要去中国化。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待一些人他们会就是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或者是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要防卫自己，但是对方可能就会来攻击是我们的错之类的，像这样子的一些想法。这就是八嘎嘛。今天很多人台湾讲，我要不要战争，我要和平。你去北京讲是他要战争，他想打你，你每天在自己家里讲不要战争，不要和平，这就很讨厌了。比方有人每天跟志祺说，你不要偷钱，你不要偷钱。志祺说你要讲什么？我从来没偷过钱你要去跟小偷讲，你怎么跑来跟志祺讲？你说不要偷，不要偷钱，讲久怎么办呢？如果发生窃盗案，他变成嫌犯。今天你在想不要战争，不要战争，要和平，变成说如果战争发生，你把自己变成嫌犯。你跟全世界讲是因为你引起的战争，这完全是八嘎对不对？是他引起战争，怎么把责任替他扛起来呢？所以这些讲和的人每天讲不要战争的人就是八嘎。那么你刚才讲说这些喜欢什么统一什么你回中国去没人拦着你你为什么要把台湾这些根本不属于中国的地要给他？根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八嘎统治的人，逼着我们去接受他的这种混账统治嘞。我在想，对于中国，从小时候开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就会有一些对于中国的憧憬，
或者是会觉得说，哦，中国好像就是非常非常的盛大，然后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合作，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好，不然就会很糟糕，就会萎缩。对，就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洗脑这样，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知道，1895年满清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就是属于日本的，这是国际公约。OK， 那么二战以后，美国在太平洋血战战败日本，觉得台湾在交给日本怪怪的，其实这时候应该是暂时应该是美国托管。对，就后来发生这个各种变化，是国民党啊都逃难这里来，实际上当时来这里国民党等于是难民，是吧？难民。所以当时并不是说什么台湾国民党说光复，其实不是，这是美国人战胜了，让台湾脱离了日本，并没有说要给中国，并没有说给中国。所以这样就后来大量难民跑来，那时候中共又对抗美国，发动韩战，美国好啊，就跟国民党说就这样，那你就在这里待着吧，然后美国后来因为韩战呢，在1950年6月25号爆发，27号。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保护住台湾免得那个中共来攻击台湾。因为在第七舰队进到台湾海峡的时候，这个实际上美国是把台湾当成了保护地的。依照今天美国还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的台湾人要晓得从来没有任何国际法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没有。他们讲了半天，那些都是什么开罗宣言什么的，那个都是只是个宣言，根本不具法律效益。法律效益也没有签字说台湾属于中国，没有，没有了。那么联合国在1972年，拉了中共进联合国，赶出来的蒋介石这个代表权，其实只是说你不代表中国了，中共就把它这个扭曲说这个决议案代表说台湾是我的，没这回事。美国最近已经澄清了，所以美国从来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那么当时为什么大家会有印象说什么台湾属于中国？因为当时蒋介石他们在台湾，他要反攻大陆，他要反攻大陆的时候，你台湾不能独立啊，独立他没有理由反攻啊，不能国打国。他说两个一国两一国，他分明反对台独，他是因为想打回大陆。可是这个反对台独是手段，他想打回大陆是目的。现在打回大陆也不可能的，他坚持这个手段，就把台湾整个搞得迷迷糊糊的。台独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共同创造出来一个污蔑台湾人的名词，所以这个很多的大家要对历史要正确了解，不要马路不分，不要变成八嘎，被卖来被给他数钱。我觉得刚刚听到很多对于台独或对于国防议题的一些讨论或者是一些观点，那这让我想到的事情是，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核建案，因此有这个卸下了联电董事长的身份，然后甚至是放弃了这个中华民国国籍，然后入籍了新加坡。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现在会愿意恢复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然后去大力的倡扬这些理念的跟想法？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在拿到新加坡护照以后，其实我很少住新加坡，因为很无聊。我主要住在纽约、台北和香港。那么在香港的时候，正好2019发生反送中事件。香港在1997年回归典礼那一天，我在香港。那么2019年反送中高潮，我也在香港。那我就看到说，以前我一直想跟中共讲，要文明啊，要和平啊，希望能够教育他们。可是在香港看到的话，我是大失所望，因为中共完全是流氓，他不承诺任何条约，没有什么信任的基础。因为在1984年中英签订联合声明，就是说保证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50年不变。可是他后来就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因为香港没有回归之前，它是有自由有法治，可是等到回归之后，大家都感觉自由的言论对他们是很大的威胁。中共对香港的自由感到芒被再次，所以说要拔除，也开始就是各种搞了各种手段了。到最后2019年搞出送中，就是说把香港人你这边号称有司法独立，对不对？我想逮你把他送到中国去审判。中国是没有司法的，司法是共产党开的，香港很清楚啊。那你碰到什么，你有什么嫌疑，把他送到中国去，那就没有司法嘛。所以香港人剧烈的抗争。100万人上街头，200人上街头，没用啊！那我看到我当然心痛。我说怎么搞的？好好的香港，这个流氓来不遵守这个约定。我那时候这群家伙，我不要再教他什么了。我回台湾，好好的呼吁大家抗共保台。所以
之前您有提到，您以前会提出所谓的统一公投，是因为想要跟中共说，你如果真的想要统一需要经过公投。对对对，就是如果不是统一公投 ，OK， 大家统一需要经过公投。对，这省略2个字，完全马路就不分了。但那时候您的意思应该是说，您用武力威吓是没有用的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必须要透过公投来执行。但您是在2019年之后发现，这样的呼吁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效的，是吗？没有用啊。就像你说，他开了很好的条件，你公投同意通过了，不遵守啊。那不是被骗了？那就现在这样子的情势来看，您还会认为，我们如果跟中国要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有什么样是对的方法，或什么样是错的方法吗？就是备战。就让你说你打我，你打不赢的。那么你说台湾这么小，对大陆这么大，怎么办呢？没问题，全世界站在你后面，你不要自己没出息跑去投降。日本讲了，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美国也说绝不容许用武力改变现状。上次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6号在北京见习近平，他跟他讲，说任何以武力或者以武力威胁来改变台海现状，是欧洲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才2个字啊，一个是武力，一个是武力威胁。当别人武力威胁的时候，你是不能谈和的，你就是备战，因为你谈和，你让步，他的武力会一直加剧。你看，很简单，最近的嘛，俄乌战争没爆发之前，其实很多人去跟普丁讲，哎，跟他谈一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没用啊，没用。所以说，你在一个武力威胁之下，你只有说对不起，你把武力威胁拿掉，我们可以谈。在武力威胁之下，你千万不能和谈，就还是示弱啊，示弱说哦，这5号，他一直加强，一直加强，最后你知道投降，对不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你有人是投降，有人在那边和谈，把整个防备力量全部分裂消散啊，这个是台湾面临最大的危险。我在这边想到2件事情，第一个是刚刚有讲到说，不管日本啊、欧洲啊、美国，他们都会站在台湾的背后，就是这个的肯定感到底是哪里？为什么这些世界要站在我们的背后？我们有那么厉害吗？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就觉得说，中国就是一个那么没有信用的国家，而且已经展现过那么多次了，但到底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他们讲的话，然后会觉得说，哦，我跟你谈了，然后你谈的这个结果呢，我可以相信，然后可以支持，你怎么看？台湾海峡每年全世界的海运货柜50%经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海峡变成这个中国的内海，它可以用随时封锁台湾海峡来威胁到全球的货运，结果会导致韩国、日本、北美、加拿大、美国整个的这个经济瘫痪，等于说半身被它麻痹了，所以它不可能让你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不会让台海变成中国的内海。很简单，这个地方战略地位这么重要，不是以台湾人可以决定的。所以台湾人了解，照1976年的国际公民政治权利公约，我们可以宣布独立，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我拥有主权。可是你没有任何权利说签个协议把台湾送给中国，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是台湾人要了解的。我觉得在刚刚这个对谈当中，就有发现说，曹总你这边很重视这个民主的价值。那您觉得在民主政治当中，改革力量到底是来自哪边？就是你觉得政党轮替，它是真的有办法促进改革吗？政党轮替没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台湾其实从真正走到主权在民呢，是1996年李登辉总统直选以后，我们可以换总统了，我们可以说有一部分的主权。可是主权有4大类，第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权，我们现在没有，因为受到中共打压，这个大大的妥协，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权，有了一点点了。第二个就是独立的行政，行政现在呢，这个改选总统有一些自主权。然后第3个是司法，因为过去威权体制这个体制，这些司法它跟民意非常的隔离的。所以这方面要努力。另外当然是立法。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民主社会、主权在民的时候，你要有个观念，你不是要投票请一个伟大的领袖或者伟大的政党领导你，不是。那怎么办？自己国家的事情，我是国家主人，是公民啊，看到哪里不对，我跳下来改。我怎么改？我找立法院说，哎，这立法要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汇集力量，给立法院施加压力，说这个要改。那么立法改了之后，行政司法才会跟着改，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从今年3月成立一个台湾公民人权联盟啊，召集一堆律师学者，我就推动司法改革，而且我不求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主权在民啊，主人是我们啊，你求这个求那干什么？你就去改啊，是不是？那说我一个人势单力孤没关系，你团结起来吧。我们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你可以讲啊。然后我们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你可以团结啊；示威游行的自由，你可以加压力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权利啊，让你说你要担起国家主人的责任。自己的家，你看了什么东西你不去改进，你老是期待别人帮你忙，你没出息啊，对不对？我讲把责任放到别人身上。我确实觉得台湾蛮常有这种状况发现，就是台湾有很多的问题，但大家很期待政府会去处理，但大家比较少思考可以怎么样从我自己先做起。没错，这个就是我要号召的年轻人啊，国家是你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团结起来，我们要求这样改这样改。我说司法改革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就是第一个我不要钱，第二个我也不要名，第三个我不要位，我也不要任何权利，所以我是无义则刚的，我是没有什么私心的。那么今天从放弃新加坡国籍回到台湾，为什么？反正我的一生也快结束了，回来帮台湾做点事情，这是很有意义的哦，对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也呼吁大家说啊，国家要自己救。刚提到是个人的角度，就要垃圾我们要自己扫。那我很好奇，就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企业抗中，因为大家可能普遍会觉得说啊，企业跟中国那边有很多的来往或会合作，就企业抗中它的困难在哪边？然后是如果他真的要做的话，有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取或一定不能舍的地方？都可以舍。这个1990呢，差不多是1995年左右啊，这段时期台湾经济跟大陆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照样一直发展了，所以台湾的经济要搞，只有一个，就是说你跟着美国跑就对了，跟着美国跑。那么当然以前有一段时间，这个中国是提供很多廉价的东西嘛，那让很多人不去，好像竞争力不行，提供去。可是现在廉价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要回头来跟美国跑，就这样。因为中国你看嘛，郭台铭现在跑不掉，他如果知道10年前就跑了。他还是贪呢啊，这边还有钱赚，人家不跑。很多人10年前都跑掉了，现在都生活得很轻松愉快。当时有什么讯号会让人觉得说，哎，我要在这个时候跑吗？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感觉风向变了。很多人都会提到习近平上任之后这个时间点，就习近平上任到底影响了多少事情？不，现在第一个上来就很简单，说他你看开始做一连串这种，第一个他说改革开放跟文化大革命前30后3年不要互相否认，这个把大家吓坏了。你那个人吃人的这个，就他怎么会这样想？对，因为他是文革出来的。文革发生的时候，习近平之后大概初1吧，他那个就停止接受教育，开始跑去劳改啊，搞了10年啊，所以他在这种洗脑啊这种文革里面出来。他除了念那个毛语录，他不懂别的。大陆人企业跟很多企业家，不管是哪里去的，都闻到味道不对。越对共产党了解的，越知道危险了。因为10年文革已经浩劫是定案了，他把它翻案，改名叫做艰难探索。想要再翻更多奇怪的东西。对，改名叫艰难探索，就是说杀人只不过探索了，杀个8000万1亿人探索。这种就思潮非常的可怕。以前美国想利用中国来牵制俄国嘛，所以帮他忙。本来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大陆经济完全破产。后来是这个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1979年跑到美国求救，好吧，就帮你给你追回国待遇，让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然后呢，这个也开放投资，他这个慢慢的才活过来啊。可是共产党这个过去30年经济发展，都是大家帮他的忙，台商帮了很多，港商帮了很多，日商、韩商、新加坡，大家帮了很大的忙。结果呢，共产党是好像那个公鸡啊，每天吹牛说太阳是他叫出来的，
说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伟大。结果现在变成说，大家对他说啊，神经病又来了，神经病又犯了，他开始防堵啊，就这样。所以台湾你要注意，你要跟那个正常人在一起，你不要跟神经病去搞一起，你惨了，我跟你讲。我在想说这件事情，有的人会一个想法就是，这到底要怎么样结束？就今天我们把一个怪物，或者是把一个就是有点疯疯的朋友养大了，起来了，对对对，然后他现在在这个地方了，然后他看起来好像会持续一阵子。这整件事情从你的角度来讲，他会有结束一天吗？或者他会？当然嘛，当然会崩溃，当然会崩溃。所以你现在台湾守住，不要在崩溃之前被一个疯子强暴啊！你小心点，你们守住，他没有那么强大。OK， 你看最近你看嘛，那个国防部长不见了。外交部长不见了啊！什么解放军司令什么不见了，对，超级内部一塌糊涂，那个崩溃的各种征兆都出现了。所以这个台湾守住，别怕。而且今天呢，中共如果来攻击台湾，美国、日本不会闲着。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守住。所以像是曹总最近创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也是会讨论像这样子的议题吗？当然，我一开始先谈广泛一点。因为我频道主要是求真善美乐啊，我认为说台湾未来，你说我们总是一定会独立的，因为这世界潮流嘛。可是我想问你说，独立之后，你希望台湾变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我在思考的啊。我认为说将来我们这总是在真善美乐上面我会去加强啊。那么所以我最近在谈的，像我28号礼拜天我在国父纪念馆这个谈话，就是说。谈启蒙运动跟台湾的前途，如果把它简单的讲，就是把求真、求善、求美落实到我们的法令跟生活当中啊。所以以前讲求真只是不要骗人而已嘛，只是说不要骗人。现在不是，现在求真讲说要讲逻辑啊，讲理性，讲证据啊，然后讲科学，落实到科学、理性、证据啊。那么以前讲善呢，就是对人好的善，现在把落实到了讲自由、人权啊、法治，然后用民主来保障我们的自由、人权、法治啊，这就是变成善，变成落实到制度上了。那么美是什么？美就是说让我们的科学啊不断的让我们的生活改善。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生活实在是，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讲，不要抱怨了。你要真的比较，你要比较100年前、200年前人类过了什么生活，你看看你就会吓死你。对啊，不要讲别的了。现在的家庭里面啊，兄弟姐妹一起长得老的很多。在1820年以前呢，婴儿能够活过5岁的，不超过50%哦，也就是可能有3-4成的那个小孩子啊，活不过5岁啊，所以。家家都有早夭的兄弟姐妹，现在没有了，因为传染病给大量的防治了，这是启蒙科学技术带来的成就啊。所以启蒙让整个世界人类变成求真、求善、求美啊，当然还有求乐了。我在诗坛里面讲幽默嘛啊，这是我们台湾要努力的啊，我们要真正活的一个现代人，是做一个启蒙的人。不要做八嘎，不要连是非都不分啊，那个糊里糊涂啊，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啊，说什么强大，不要受一些名词的骗，什么伟大复兴，你问他，请问什么叫伟大？怎么定义？什么叫复兴？怎么定义？什么叫中华民族？怎么定义？通通没有，你就跟着喊口号你现在想说很多那个蓝营的啊，伟大复兴，我说回去嘛。不是台湾捣蛋，没有加盖游回去，但是回去没人拉着你啊，你干嘛在这边吵，对不对？我们台湾人，我们要活在后现代，求真、求善、求美、求乐我们讲理性，讲逻辑，不胡说八道，不八嘎对啊，这样。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这个曹英成曹先生的这个频道去看一看。那今天也很谢谢曹英成先生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精彩内容，致敬讲堂。那 OK， 没问题。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那或者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